他想让你往前走。骗子，骗子，都是骗子！不是这样，我怎么能对他们下手？不可以！不可以！不！不应该是这样，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怎么能对向我求助的普通人下手？我怎么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克拉丽，我该怎么办？我怎么能借口你的血战，就将恨意无止境地洒向这个世界？这是对你的侮辱。可是我为什么阻止不了？为什么我只能被困在这里？因为我已经被仇恨与杀戮俘获了吗？因为我早已变成了罪恶的傀儡？还是说，这才是被孱弱的外表与能力所禁锢，内心深处真正的我根本阻止不了这一切，因为我怎么可能去反抗一个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渺小的、丑恶的、沾染鲜血的赫利亚。我糟透了，我又失败了，我好害怕，我恨自己。笨蛋，别哭啊！我在不断坚持，追不上老师。我鼓励了朋友，我会帮助别人，我在进步，我被大家关心，我很棒啊！这些都是我。这些都是你，是我在乎的你。克拉丽，赫利亚，你怎么把你的武器扔在地上？要是真的绊倒了我，打扫实验室就要你替我去。那拜托你下次走路不要摆弄寒武纪，而是认真看路。喂，赫利亚同学，战士的装备应该随时在自己视线范围内。你忘记尤兰戴尔老师的教诲了吗？我怎么不记得前辈有说过这句话？呵呵，你不会为了个小小测验就焦虑了一晚上吧？在床上闭着眼，反反复复考自己背过的知识点，一整晚都翻来覆去，结果现在连老师的话都记不清了。真的吗？真是个优等生笨蛋。你之所以一直焦虑，担心自己做不好，不就是因为你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吗？你要是像大魔王克拉丽一样什么都没有复习，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不过关于装备不离身的那句话，的确是我说的，你别记串喽。你看看，现在你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还不快谢谢我的玩笑？走吧，赫利亚，你已经被强化了，快上！纠结与焦虑，是因为你不仅有所努力，还想做到更好。或许吧。笨蛋优等生又被训练机器人打趴下啦。都说了，那是幽兰戴尔的训练模式，是最高难度之上的噩梦与炼狱，无法企及的巅峰。不过是7分53秒哦。什么？这是你在里面挨揍的时长，我看得无聊，就顺便给你记了个时间。别气馁，至少比上一次多坚持了6秒。
或许下一次就能再多0.1秒。那有什么用？这意味着我永远都无法完成前辈的训练模式，我永远都不能成为前辈那样的人。哦，前天还在训练笔记上写我要成为幽兰戴尔，今天就躺在这里说我永远打不赢。唉，你还真是自负又自卑。我看你要不还是放弃算了，一了百了，没有烦恼。我才不会放弃。看吧，要你放弃你还不乐意。不过这就是你，把想成为幽兰戴尔放在嘴边，这种自负也未尝不是一种前行的动力。而且你之所以会感到自卑，不就是因为你心里也清楚，这条路你还有很久要走。唉，克利亚，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会无法停止向前吧。是啊。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不出声，你想变成蘑菇吗？笨蛋优等生。克拉丽，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呵呵，你才发现嘛。我是说，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哦，我懂了，你一定是输掉了派对游戏，对不对？我纠结，敏感，每天为了那些或许一辈子都与我无关的愿望折磨自己，并经常因此抱怨、动怒，像个没人愿意靠近的刺猬。嚯，没人愿意靠近，那来角落里找你的我又是什么？唉，可恶的赫利亚，亏我还带了薯条给你。哼哼，这下大魔王克拉丽真的不当人了。你明知道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是啊，赫利亚，你的确有许多糟糕的、讨人厌的地方。难道这就是你认为我想说的吗？哦，难道不是吗？那就说说我想说的吧。说到底，每一种纠结、敏感，甚至对自己不满的背后，都是因为你想改变现状，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知道这个就足够了。虽然你总是不着调，可是难道在你眼中，每一种缺点都能算得上优点吗？当然不是了，缺点就是缺点，它才不会因为被形容的天花乱坠就变成好事，人人争着拥有。但你所喜欢的一面，你不喜欢的一面，都构成了你，你必须接受。在我小时候，大概是因为耳朵和尾巴引起注意，走在街上都会有人讨论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克拉丽，是爱因斯坦告诉我，接受一个完全的自己，远比达到完美更重要。可是，或许你现在跟当时的我一样不理解，但你可以慢慢想，我们的时间还多的是呢。可是，一个糟糕的人，就算他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又凭什么能和那些闪闪发光的天才同列，拥有同一种理想？真是个笨蛋优等生啊！当然是因为，喏，你看，什么？看星星啊！星星？你又在开玩笑吗，克拉丽？天上黑漆漆的，根本什么都没有。嚯，这你就不懂啦，笨蛋优等生。悬挂在天上的星星，也不都是宏伟壮观、闪闪发亮。它们有些只会反射恒星的光芒，就是一块丑陋笨拙的石头。可是，这些暗淡渺小、毫不起眼的星星，也飞在天空之上，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克拉丽，我的确如你所说，纠结敏感，极度自卑又异常自负，就像一颗暗淡无光、毫不起眼的星星。
听到夸奖，就当做自己世界的全部，赌上一切向前冲；听到苛责，便天塌下了一般沮丧，陷入污泥的底部。这就是我的真实，无法逃避，也不该逃避。转过身去，正视自己，如此简单的道理，实现起来却如此困难。而就连这份丑陋的挣扎，也是我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但踏向星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人，也并非全部璀璨夺目、完美克准，对吧？只要他们不停地向着星辰迈去，只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住这个糟糕而美好的自己。我想知道，当生命的灰暗划开心上的缺口，让绝望与悲伤整日执着，你是否会再次爬起，像个傻瓜一样，为命运付出，去迎来那些你从未选择的如果？游戏机。我说赫利亚，反正你再怎么练习也超不过我，不如把时间用在玩游戏上，至少能让自己开心一点。哎，我教教你。滴滴，检测到非法启动，本机将在5秒内自毁爆炸。5、1，嘣！哈哈，骗你的！既然游戏机用这种方式开启，那就说明它一定落到了你手上。而我，没什么，这可是我最珍贵的玩意儿了，笨蛋新兵。呵呵，那接下来当然是笨蛋新兵的舞台了。固守信念也好，解决灾厄也罢，都随便你，反正都一样无聊。但能够在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遇见像你这样无聊的人，也算挺有趣的，真的。喂，笨蛋新兵，你应该还在不辞辛苦解决灾厄吧？哼，既然我的宝贝都沦落到了你手里，那你也该打打游戏，过得开心一点，物尽其用，对吧？克拉里永远相信赫利亚会保持理想，所以赫利亚，谢天谢地你没事。你来帮我了吗？谢了，好战友，我们俩一起杀出去。为什么？赫利亚，为什么？这就是我做出的选择。你怎么能辜负他的期待与自己的信仰？倒计时，锁定目标。不愧是优秀的战士赫利亚，看来我得更努力一点。谢了，好战友，要不是你来找我，我早被污染物吞没了。虽然这里到处都是污染物，但2个人总比1个人强。现在有你在，我们一起杀出去。哎，对了，其他人呢？
这样啊。虽然不知道现在的气氛是否适合跟你说这些，但我想你会需要这张便签，毕竟你们是那样要好。这是我在不远处捡到的，虽然它有些皱巴巴的，但看字迹应该是克拉丽的东西。你又在画什么便利贴？在运输件上写画画，你不怕晕吗？你要看吗，笨蛋新兵？才不，一定又是什么和利亚的玩笑，我懒得理你。这幅画的名字是《笨蛋新兵解决灾厄》。不看就不看，等回基地后，我就贴你的后背上。可世界因他的仇恨坠入黑暗。你与他都未曾见证这样的结局，而我不会让仇恨的悲剧重演，我必将坚守我的信念。都结束了，赫利亚。结束？哼，凭你的弱小可笑，还是自卑自负？我承认那一拳卑劣的偷袭的确有效果，但你没看到自己已经遍体鳞伤，累得快要连站立都难以维持了吗？是啊。可就算伤痕累累，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承受着一生都无法逆转的伤痛，我也要挣扎着从这里出去。我必须找到利托斯特，亲手去解决这一切。你果然还是要去找他复仇？不，这与私仇无关。解决火星的隐灾是我与克拉丽共同的目标。现在，即使他离开了，我也要继续完成他未实现的愿望，阻止利托斯特让火星陷入隐恶中。难道你已经放下了克拉丽的血债，忘记了他的牺牲？我从未忘记克拉丽的牺牲，我忘不了他倒在我怀中的模样。他对我说在外面见的约定，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磨灭的遗憾与哀伤。可是，他牺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会有尚且活着的人去延续、呈现。是克拉丽告诉我，无论我是否弱小悲哀、自卑自负，他都会支持我。是克拉丽告诉我，飞向群星实现理想的人，也并非全都是闪耀的天才。只要我还在前行，总有一天，庸人也能用自己的方式触及群星。所以，无论多难，无论多久，我都会继续他尚未完成的愿望，实现我们共同约定的目标。这就是我所续写的意义。可反倒是你，复仇鬼，用克拉丽的牺牲作为泄愤的借口，用尽残忍的手段恣意抒发你心中的卑劣与懦弱。一个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抛诸脑后的叛徒，你有什么资格在我的面前殷殷狂吠，装得大义凛然？将最重要的朋友抛诸脑后的人，难道不是你吗？他从头到尾都相信你会坚守解决灾厄的使命，那样厌弃死亡的克拉丽，选择牺牲生命与污染物同归于尽，也要为你的理想开辟前路。可你转头就以救他的名义，亲手射杀了同伴，让他的牺牲蒙上背叛的血污。
你怨恨自己当初的无能与弱小，痛恨命运的残酷与不公，便无视他人的求饶，让那些和曾经的你一样弱小，本可以在灾厄过后为世界带来希望的人，同你一起坠入深渊。你这个虚伪至极的骗子！我为克拉丽所奉上的一切，付出的代价，做到的全部显而易见。你在胡诌什么？你还不明白吗？复仇鬼，你一直以为自己为克拉丽做了很多事情，可实际上，仇恨与愤怒已经将你束缚在那片雪地里，你从来没有从那里出去过。你早已不再相信自己，可他到最后还在相信你。你沉溺于仇恨，让世界在痛苦中沉沦，所以你从未打开过他留给你的游戏机，听不见他希望你们过得开心轻松的期盼。你轻易背弃了使命，残忍地对待你的战友，所以你从未拿到他亲手画下的图片，看不见克拉丽对你终会成为英雄的期待。你肆意践踏生命，不顾同胞的哀求，所以你从未知晓他写在你日记中的话语。不知道克拉丽一直相信，只要他为你再多做一点，就能帮你实现理想。可仇恨注定让你错过一切。在那个由你亲手铸就的结局里，克拉丽因为灾厄牺牲，而你却成为了新的灾厄。够了！怎么了？没了武器，更没了我的力量，你连回拳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废物！赫利亚，我将押上我的一切，与你战斗到底！就凭这个，拯救那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曾是你的愿望。少提那个幼稚天真的妄想。他说的对，一个温室长大的新兵，懂什么？他从没有这样想，因为他相信你，相信你会坚守使命，对抗灾厄，挽救世界，所以他才会选择牺牲自己。这一次，我要去做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我可是超级士兵啊！我当然能创造一个没有灾厄的地方。收起你的谎话！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否认克拉丽意愿的你，才是最大的谎言。是你欺骗了他，用亲手毁灭的世界，轻易抛弃的使命，否定了他的牺牲。那如果我也想当一回英雄试试呢？装甲在消失，难道我的意志在动摇？怎么会？可笑！你们懂什么？你不是最喜欢逃跑吗？你不是最讨厌虚伪的正义、荒谬的英雄吗？你到底想要什么，克拉丽？他想要让你走出学院。他想让你往前走。骗子，骗子，都是骗子！
什么我还是那个没用的何利亚？克拉丽，为什么？喂，赫利亚，你在写什么？我会创造一个没有灾厄的世界。呼，这就是你的目标？你还真是个笨蛋新兵啊，总是想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那，赫利亚，你相信我能创造一个没有灾厄的世界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个地方舒舒服服的打游戏，怎么会想成为大家的英雄？难道我被你传染了？所以，在按下爆炸键的那一刻，你为什么要笑呢，克拉丽？为了成为你一个人的英雄，为了让你带着愿望走向明天。又是这样，错过，失败，无休止的谬误，始终贯穿我的一生。想要抓住一缕光亮，它便在我将要握住的刹那悄然熄灭。黑暗里只有我孤寂徘徊的身影，我追不上，抓不住，做不到，一遍又一遍，在空荡荡黑漆漆的房间里踱步、叫喊、挣扎，却无法逃脱这名为命运的牢笼，因为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绝望致死的诅咒。因为与我打开那扇门的人，那道照亮漆黑牢笼的光亮，早已离开我了呀。那副装甲从来都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道恒久的酷刑。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必须背负起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直至化为灰烬。我必须一直同自我战斗下去，任何动摇的意志都会招致毁灭性的反噬。我一遍遍回味自己最为绝望的那个瞬间，一次次体会失去他的那个时刻。我以仇恨浇灌意志，用憎恶铸成血肉，只为能彻底贯彻自我意志，驾驭那份重叠时空的力量。穿上那身装甲后，我每一天每一刻都处于无法言说的痛苦中。可是我究竟是因为什么才感到疼痛呢？是被鲜血浸染的双眼吗？是被锋刃切割的四肢吗？还是我胸腔里那颗古怪的跳动着，一边发出恶心的滴答声，一边不停划破我血肉的东西？不是的，他们才不会令我感到疼痛。污染物的爪牙贯穿我的胸腔时，我想，这算不得痛苦。这身装甲让我同时与无数时空的灾厄搏命时，我想，这还可以忍受。那到底是什么让我痛苦万分，如同剜心剖胆？
后来我才明白，会让这样的我痛苦不堪的，是那该死的命运永远错过。如果那时候我能再努力一点，再勤奋一点，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心安理得地将自己的训练止步于过家家一般的模拟战斗，而是去选择像他一样，早一点去经历，去对抗真正的污染物。如果那时候我不曾将自己的目标局限于让爸爸妈妈去最好的基地生活，而是敢于不顾一切，拼了命也要成为像他一样强大的人。如果那时我能更有用一点，是否他就不会为了保护那个无能又软弱的赫利亚，不得不选择独自奔向死亡？如果那时候我愿意多了解他一点，是否那个自以为是的赫利亚就能明白他真正的想法，拉住他的手，告诉他，无论他做什么决定，我都会陪他一起走。如果那时候我可以少一点自命不凡，是否那个天真可笑的赫利亚就能放下解决灾厄的妄想，让他不必为了一个白痴的说辞牺牲一切？如果克拉丽从来都没有遇到我，该有多好。他一定会过得更轻松，然后如他自己所愿，长长久久地活下去吧。毕竟我们之中，克拉丽才是那个最厌恶死亡的人啊。如今的我，别说那些可笑的灾厄污染物，就是真正的灾厄，我也能统统消灭给他。我一定不会让他拥有一个荒谬的结尾。明明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就能做到呀。可是世界容不得幻想，时光也无法倒流，命运更不存在丝毫的如果。一切都没用了，这份力量已经没了意义，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它。于是复仇的荆棘缠绕，为一无所有的复仇鬼加冕。赫利亚救不了克拉丽的命运，在无数个寰宇中蔓延，只留下绝望而空洞的双眼，凝视着黑暗冰冷的房间。不，打开房门的那双手一直都在，只要你自己愿意迈出脚步，伸手去推开那扇门。你又在说什么笑话呢？你不是同我一样，也失去了他吗？是啊，无论我怎么安慰自己，克拉丽都无法回来。但在这之后的时间里，我会踏上一条怎样的路，会如何实现我们尚未完成的愿望，这都需要我自己回答，也只有我自己能够回答。我会为了克拉丽想要将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望继续前行。当然，这也是我与她选择成为女武神的目标，所以我一定会不停地走下去，绝不放弃。愚蠢！在这条路上，你会碰壁、跌倒，会经历无数次失败，一次次意识到自己一无是处，
到头来却两手空空。的确，但我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用他的话来说，对失败这种事，笨蛋赫利亚应该早就习以为常了。我依然纠结固执，敏感执拗，可这样的人恰恰最不容易就此服输。我依然羸弱普通，毫不起眼，可这样的人最能肆无忌惮地放手一搏。我成不了幽兰戴尔，那又如何？只要我向着幽兰戴尔奔跑的过程中比原先走得更远，那不就是我此行的收获吗？我所行过的路，那些一步一步的脚印，绝不是毫无意义。我是平凡的赫利亚，卑微的赫利亚，我是除了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重复的努力以外，没有任何优点的赫利亚。但这份并不特别的优点，就是我此刻能拥抱的全部，那么又何尝不能称之我的天赋？即使这会带来持续一生的痛苦和自我怀疑，那又如何？那也是原原本本的我。即使一瘸一拐的挪动，即使是在烂泥里爬行，我从未停止过前进。这就是我的骄傲，我的坚持，我糟糕又扭曲的自负。我不会如你一样在原地哭泣，将时间永远停滞在悲剧发生的那一刻。我会在不停的脚步里走出新的可能。你这是要证明给我看吗？证明你比我强，比我正确？不，是证明给自己，证明给永远相信赫利亚的克拉丽，也证明给每一个千篇一律、美好而糟糕的赫利亚。所以，我不会后悔自己的路。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是吗？那就好，笨蛋新兵。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就像……不，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真的。克拉丽，骗子！超级士兵克拉丽从来不会骗人，傻瓜。我们走吧，赫利亚。真是的，克拉丽。他们就像从未分开一样，走向湛蓝如洗、纯净安宁的世界，走向那个从未到来的如果。